你跟我偶尔说好啊。行了，妈妈。我们山东老乡啊。我许愿，要是我妈能少喝点酒，我今年就给她找一个大胖女婿、大高个儿女婿。你要是了。来，可以了。真的假的？让我们看看小猴子的快乐日常。柔韧性真好。开始，坐在这儿吧。他就是故意的，他就是故意的。我们是说小猪，小猪，我们是个小猪。对，他可能在这里吧，他在这里的。可以了，稍等。这个好可爱啊！这是他的那个小裙子手，然后这才是手。这手是被烫的。这才是手，这是他的那个小袖子。拜拜。关注花花酱，花絮看到爽。觉得杨紫多年后有什么变化吗？我觉得没变了，我觉得小杨紫就是没变，她还是那么活泼，还是那么幽默。我跟她在一起拍戏，在一起工作，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她能带给我快乐。首先她自己本身就很幽默，然后她也很会讲笑话。其次我觉得就是她身上，我觉得就是最闪光点是因为她的笑点很低，所以有些时候你给她讲什么笑话，你不用担心她不会笑，就是她完全就是在第一时间就可以 get 到你的一些笑点。我觉得这个就还挺让人满足的。女孩冲冲冲中的一些台词，现在还记得吗？反正你是个大白菜，我是个大西瓜，大白菜永远是大白菜，大西瓜永远是大西瓜。不记得，但有点印象。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，会觉得很社死吗？怎么说呢？很尴尬，想死。如果用水果或蔬菜来形容贺顿和钱开义的话，会是什么？我觉得贺顿有点像猕猴桃，不是猕猴桃，火龙果，可能外表比较比较带刺，对，或者是很难相处，对，有一些棱角，然后其实内心剥开之后，它是非常有营养的，然后非常有温度的。也非常脆弱的这么一个角色。我觉得钱开义像一个土豆，就是每一家每一户每一个人都不能缺少的一个营养。觉得杨紫和贺顿有什么相似或不同之处吗？我觉得跟他自己本身一定是有反差的。虽然就是妹妹本身自己就是性格是比较活泼、比较开朗的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就像之前女孩冲到女心理师，我突然间觉得，杨紫长大了，她从一个小妹妹变成了一个大妹妹，然后在这个过程，整个对于自己的一个修炼的过程当中，就是你明显的感觉到她的心智其实是很成熟的，她经历了很多，只不过是她保留了自己当时的那一份阳光和纯真，对，这个是你能感觉到的。拍摄这部戏对你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？可能对于我来讲，最大的挑战就是不断的在背词。然后再很流利的去说这些词，然后每讲一个故事表达很重要，这对我来讲是一个难题，因为本身我是东北人嘛，所以就是平翘舌有些时候说快了它就有一点显原形，对，所以经常也是在咬舌自尽的一个边缘。但是后期就好很多，因为后期可能就整个你状态，你走进角色了，然后你在那个直播间里边，就整个放松了之后，就会顺利很多。生活中，你是一个朋友们都很喜欢找的倾诉对象吗？我觉得我是，对，我觉得如果要是真的是能称得上朋友的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比如说会找我聊，我是一个好的倾听者。我不喜欢安慰别人，比如说我遇到事情的时候，我也不喜欢别人去安慰我，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。解决不了问题，我觉得更多就是倾听，然后就是陪伴。对，如果别人真的很需要我的意见的时候，那我就站在我自己的一个处理问题或者是角度去给一些建议就好了。对，都说演员这个职业需要强心脏，你会有哪些排解情绪的方式吗？我自己呢是一个特别想得开的人，就是我也会就会有点就是崩溃啊，或者是觉得这怎么办呢？就是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，那就不解决了，然后它也就过去了。
我不是一个，就是随着自己的年纪啊，包括遇到的一些事情，就是所谓的一个经历和阅历之后，我就非常愿意跟自己和解，然后我也不喜欢去钻那个牛角尖。我觉得能过去的都会过去，过不去的也会过去。希望网友们看完这部剧能有怎样的收获？我觉得至少通过这样剧中就是角色的故事，然后引射到自己可能在生活在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难题问题，让你自己的思绪或者是格局稍微会打开一些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觉得啊，我不是孤独的，对，可能这个是我们所有人现在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，然后我们一起去面对它，去直视它，然后去解决它就好了。贺老师你好，我是李薇。距离上一次去你那里咨询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我的状态已经好了很多，你应该也能看出来。其实心里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但是最重要的那一句还是谢谢你。谢谢你成为那一道光，照进了我黑暗的世界，也谢谢你带我找回了曾经那个很爱笑的自己，就像我现在这样。哦，对了，分享你一个好消息，坏人已经被抓了，得到了他应有的惩罚。你说的特别对，罪恶的发生有且只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罪犯。也谢谢你让我明白了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，女孩子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，爱自己，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做自己。我们可以大胆地化自己喜欢的妆，穿自己喜欢的衣服，完全没有必要在意别人的目光，更没有必要因为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和责备自己。当然经过之前那件事呢，我对自己也有了一些反思。我觉得我的生活中不应该只有工作，我的视野和维度应该看得更广，所以我也重拾了一些儿时的爱好，就比如说弹琴。在音乐中，我觉得能够很好的放松和疗愈自己，是一个特别好的状态。最后我也希望你能够帮我转达，向钱开义转达我的谢意。谢谢你们上一次不顾一切危险救了我，在我心中你们就是温暖的小太阳，你们就是美好的存在。当然也要祝你们永远幸福哦。